美国若军事介入台海，算不算对中国宣战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肖印华。日韩如果真要在台湾问题上效仿西方在乌克兰的做法，以直接或间接介入的方式参与其中，那么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。韩国方面前不久发布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，超过60%的受访者认为韩国应该在中国大陆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之际，和美国一起武力介入。除此之外，日本防卫省也计划在靠近台湾的西南群岛新建130座武器库，其中有70座计划在未来5年内建设完成。可见，日本也在积极地为将来可能介入台海冲突做好了准备。在台湾问题上，日韩两国频频做出挑衅行为。先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然叫嚣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，有计划在离台湾相距10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导弹，摆出一副要军事介入台海的架势。后韩国国会议院副议长郑玉泽带头窜访台湾，与台独头目蔡英文进行接触，引发中朝外交风波。看到这里，不禁引人发问：日韩两国为什么铁了心要给台湾当出头鸟？能给他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？提到日韩，必然绕不开美国。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，这两个国家打造成了其在亚太防卫和遏制中国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。台湾作为美国在亚太牵制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棋子和绊脚石，不容有任何闪失。它的战略地位远远地超过克里米亚半岛。为了提升美日韩同盟关系，进而换取美国更大的军事保护，日韩两国在对待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上，向来是违美国的命是从。从钓鱼岛危机到萨德入韩事件，再到如今的日韩军援乌克兰，所有的事件背后都离不开美国。而日韩两国互借互威，也是为了能在美国的全球霸权里分得一杯羹。然而，日韩如果真要在台湾问题上效仿西方在乌克兰的做法，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其中，那么给自己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。美国若军事介入台海，完全可以视为对中国的宣战，中美两国的关系会随即转为交战状态。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成为敌对关系，给全球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俄乌冲突，堪比第3次世界大战。就看五角大楼是否愿意以失去自己全球霸主地位为代价，跟中国大陆在台海问题上死磕到底。相比美国智库的专家们早就权衡了利弊。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，属于主权问题，任何域外国家和势力不得干涉。日本和韩国是中国的近邻，倘若军事介入台海局势，跟中国成为敌对国家，换来的后果可不是像乌克兰那么简单。而台海一旦有事，若韩国贸然介入，北方严阵以待的军队沉积南下，就怕韩国政权岌岌可危。因此，对待台海局势，我们要保持足够的定力，拿出强硬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招数，坚决粉碎一切来犯之敌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